哈佛出事了，这所全球最有声望的学府正被川普政府点名勾连中共，全面制裁。6月4号，美国总统令突袭颁布，6个月内入读哈佛的国际学生禁止入境，中国学生签证更可被逐案撤销，即使人已在校内。哈佛强硬反击，控诉这是非法报复性行为。白宫则指出，哈佛藏有敌对势力。这不再只是教育议题，而是一场中美对抗下的学术战火。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川普政府继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后，6月4号再发布公告，宣布国际学生入读哈佛大学的入境将被暂停与限制6个月，已经在校的海外学生的签证则可能遭终止。公告还指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逐案考虑是否撤销已在美就读哈佛的外国公民所持有的 F、M 或 G 签证。这道命令允许以例外处理那些入境美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人。具体情况由卢比奥、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或他们各自指派的人士决定。这道命令写道，哈佛的行为让哈佛成了不适合外籍学生与研究人员前来的目的地。哈佛回应称，这是政府再度采取的非法报复性行为，侵犯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赋予哈佛的权利。哈佛将持续保护校方的国际学生。5号，哈佛针对川普的最新命令修改了提交给联邦法院的诉状。哈佛在文件中表示，这份公告否决了数以千计哈佛学生来到我国接受教育和追求梦想的权利，也否决了哈佛教导他们的权利。没有国际学生，哈佛就不是哈佛。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洛兹数小时后颁布临时限制令，要求在6月16号法院举行听证会并作出裁定前，恢复国际学生入境美国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权利。巴洛兹裁定，川普指示禁止外国人在未来6个月内入境美国就读于哈佛，将在法院有机会审查此案之前造成立即且无可弥补的损害。巴洛兹上月也阻止了川普取消哈佛招收国际学生资格的命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在其视频节目中分析，巴洛兹上月颁布的临时限制令，在上诉法院或者最高法院进来翻转之前，川普确实没有办法剥夺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但是川普最新的行政令是让领事馆不发签证，也就是说，我不能阻止你哈佛招国际学生，但是我可以让你招的学生进不了美国。法官硬是发布临时限制令，他可以临时禁止一阵，一旦川普上诉，这个法官马上就会输掉。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原则，叫做领事不可审原则。意思就是说，签证官在发签证的时候，他想怎么决定就是最终决定，美国的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在1950年、2015年2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中，都已经确立了这个原则。白宫的最新公告指出，当局担忧哈佛校内的犯罪情形与国土安全部合作不足，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势力有所牵连，还有涉嫌违反公民权利。香港作家、资深媒体人陶杰在接受放飞时间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哈佛的信中举了一些例子，该校骚扰犹太学生的学生，一个居然被选为学生代表，还有一个获得了法学院$65,000的奖学金。也就是说，你在哈佛骚扰犹太学生，你不但不会受到惩罚，你反而会得到奖励。其实很多学校都是一样的。川普现在对于美国高校的整治由来已久。陶杰批评哈佛大学自称是多元的大学，但是在这个大学里，98%的教职员都只能够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只能够说你支持非洲啊、同性恋啊、变性啊。98%一面倒地说支持巴勒斯坦，不敢说支持以色列，那你何来的多元？陶杰指出，哈佛大学的学生性别、种族上是多元的，但是意识形态是一言堂，这不是多元。这等于40年代投奔延安的有东北人、
有北京的学生，有上海人，有广东人，有四川人，在省级上是多元的。但是一旦到了延安，你只能够服从毛泽东。你到了延安以后，你不能够在延安的抗日大学为蒋介石的国民党辩护，不然的话下场就很悲惨。所以现在哈佛大学等美国这些大学是延安化。陶杰还谈到中共对美国大学的渗透。他说，前2天看到斯坦福大学一个独立的学生媒体斯坦福评论有一个报道，说中共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广泛的情报收集网络，几乎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对口的中共情报官员，他们以奖学金以及中国留学生在国内的亲人做要挟，要求这些中国留学生给他们提供信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并说受影响的将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补充说，美国将加强对所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未来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中共驻美使馆发言人5月底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这一政治性歧视性做法。陶杰表示，你今天不要骂美国，你要看看你自己这20年以来你自己干过些什么。陶杰说，美国政府是有依据的，因为2017年中共人大通过了国家情报法，里面第7条说明，所有中国公民在海外都有义务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协助提供情报。当被问到川普政府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在干预学术，是否会产生副作用时，陶杰表示，这是法治干预学术，你不能够把校园关起门来，就在里头为所欲为。现在那里的校园活动是违反了国土安全部所制定的国家安全法，跟美国宪法修正无关。方伟在其节目中分析了哈佛目前的处境。他盘点，一旦川普的大而美法案通过，哈佛捐助基金会的投资回报每年将减少9亿。川普宣布取消给哈佛的30亿拨款，如果30亿分在5年给的话，哈佛每年损失5到6个亿，国际学生不能来损失4个亿，由此还会导致各国形形色色的赞助减少。算下来，哈佛每年会减少20多个亿的收入。哈佛一年的预算只有65个亿，一下短缺了20多个亿，等于是30%以上的经费没有了。方伟指出，哈佛接下来有4条路可选：一是发行债券向社会举债，关键谁会买呢？2是校友捐款，但他现在的处境大概率很少人会捐。3是动他的压箱底的钱，就是哈佛捐献基金，有530亿美元，确实很多，但是对于任何大学来说，这个捐献基金都是当作本金用来投资，只花它的投资收益，这样才能长长久久。如果一旦动本金的话，哈佛就真的要出大问题，搞不好以后会办不下去的。第4条路就是把他的董事长跟校长换掉，向川普表示该校将遵守联邦的规定。5号中午，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晤德国新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时，告诉在场媒体记者，他认为哈佛大学开始有所退让。哈佛大学不想给我们那份国际学生名单，他们现在就要给我们了。说实话，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我认为他们实际上开始有所退让了。川普表示，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哈佛提供更多关于该校国际学生的信息。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